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铁道 1.6 版本，相信各位已经在邮件领取了一只真理医生了吧？作为铁道第一位免费赠送的角色啊，强度表现如何？专属关追需不需要抽取呢？该如何配对？相信看完之后会对你更好的深入真理有更好的理解，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池经验，同人视频对转发权重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同时还有经验拿，谢谢。先来看一下真理的3维面板吧，生命值1047，防御力460，在目前的所有巡猎者当中生存排第一了。攻击力跟重量级的高达776，超过了之前第一的机子756啊，这也是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地方了。不过速度103在巡猎倒数第一啊，但是结论是真理可以不用高速度的，总体数值给的非常多呀。接下来说一下行迹方面的。先来看真理的额外能力1归纳，真理医生示范战绩可以根据负面效果提高它的双爆，最多叠6层啊。需要注意是这个可以永久的叠加的，比如第一回合叠1层负面效果，第2回合又叠1层，那么一共是永久2层了。如果负面效果多的情况下，2到3个战绩就能吃满这个效果，不需要敌方有6个负面效果，这个注意。额外能力2呢是示范战绩攻击敌方后有100%技术概率使敌方效果抵抗降低10%啊，持续2个回合，不仅可以提高我方的一个命中率，还能让真理医生叠加负面效果，打出更高的伤害，也是比较有用的一个行迹了吧。行迹额外能力3，造成伤害时候负面效果大于等于3个时候，每有1个负面效果提高10%的增伤啊，最多50%，就是3个起付开始计算。这个增伤在30%到50%之间的一个计算量吧。如果你有3个负面效果，就是增伤30%嘛，有5个就是最多50%了。这3个行迹看下来的话，都是对真理医生提升比较大的一个行迹了，非常有用啊。普攻平平无奇，很帅，不用升级。然后来看战绩啊，战绩是对指定敌方造成8级131的倍率，就算满级是150的倍率也不算很高啊，毕竟是单体的。然后来看天赋核心啊，配合战绩一起说。示范战绩后有40%的固定概率会触发1次追加伤害，这个满级有270的倍率啊。然后再根据目标没有1个负面效果，追加发动的概率会提高20%，也就是说敌方只要有3个负面效果就能100%触发这个追加攻击伤害，这个数字会在敌人头上显示的，非常好看出来，40、60、80到100都会显示的。当然你战绩要是把敌方给击杀之后，它会转移目标对当体的一个随机敌人发动追加攻击的，不会浪费这个追加伤害的。真理的终结技是对指定敌方造成1次单体的倍率伤害，这倍率伤害比追加伤害少一些，不算很高，并附加一个智者的短剑。真理医生的队友攻击持有这个短剑的一个目标时候，真理医生会100%触发追加伤害的，最多2次。看着是不是很像托帕的大招还有克拉拉大招一样的效果？但其实又不是的，因为真理的大招它是给敌方附加这个 buff 的，如果这个怪提前死掉了，那么大招2次机会就会消失了，你们能懂吧？也就是说真理的大招不能用来收尾的，第一波来收尾，因为你把它收尾之后，大招就直接像白板打出去，2次效果就不见了，非常难受啊，这也是真理的一个毒点了。真理医生的秘技会释放一个雕像，嘲讽敌人，减低15%的速度，有概率触发的。这个秘技是可以搓手的，而且可以算一个负面效果。总体看下来，真理除了秘技的一个负面效果1个，还有行迹的效果抵抗战绩1个，那么最多就自己能叠2层了。而且秘技只有开局那一次有而已，后面是没有了哦。也就是说常驻只有1个战绩，如果不抵抗的话，就一个负面效果，这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在配对里面肯定要搭配一个能够有效的挂负面效果的角色才比较好。那么先来说一下技能的总结吧。技能总结方面就是天赋优先升级，最好跟我一样188的性价比最高啊，因为战绩和大招的伤害都是频率比较低的，而天赋倍率又高，追加频率又高，那么首选天赋拉满。然后额外能力方面能加12爆击率，攻击是28吧，12.5% 的一个防御力加成啊。总体给的数值还是比较高的，毕竟真理医生的白值攻击力给的比较多，然后他的行迹给的加成也比较多了嘛。说完技能可能看不出真理的强度啊，接下来进入实战配对环节了。真理该如何去配对？经过了我1下午的反复测试角色，
银狼、佩拉、克拉拉、托帕、布洛尼亚、老杨、御空等等都试过了，最后得出了目前版本真理的最强配对：庭云、软梅、霍霍。没错啊，居然没有托帕，我自己都没想到啊！我是直接好家伙了呀！以这期混沌12层来说的话，虽然没有火弱点，但是也很难有虚数和火一起的环境吧，很少啊。上托帕按道理来说是没问题的，毕竟可以给真理医生加这个什么拐嘛，然后还能触发追加伤害等等问题啊。但事实结果打了4回合左右，极限的话手法好点能3回合，但是我带庭云之后啊，2回合非常稳定给打过去了。注意啊，是非常稳定2回合啊，然后真理是0+0的。我个人觉得第一可能是没有火弱点的情况下，第二重中之重，真理需要140点能量，如果你没有庭云的情况下，非常便秘啊，根本开不出大招的感觉。有霍霍呢也不够，需要有庭云真理才有足够的爆发大招去打出更多的追加攻击伤害。虽然庭云没有挂负面效果，但是你要想庭云的功能性很多呀，一魂可以给主谁加速，2魂呢可以给主谁提供一个能量击杀回复，而且庭云自身的机制有个赐福效果嘛，有一个附加伤害，伤害也是不算很低啊。我的真理打出一个9万多伤害，它能附加9000多。测试的对象还是1+0的一个托帕哦，不是0+0哦。如果是0+0，可想而知啊。在直播的时候，他们说换个环境试试，然后打第10层有火弱点是吧？打起来之后，居然也跟庭云不相上下，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有弱点也差不多，那没弱点就比它差。那么你们说带庭云是不是很万金油通用解？因为有了庭云和软梅的增伤之后，真理爆发非常强，可以在1轮大招加战技秒掉药王，从而让产地 buff 集中击杀在这个卡夫卡身上，打得比较快嘛。如果你上托帕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药王给尽快击杀了，那么产地 buff 就会分散出来了，打不出你想要的伤害，这也是一点问题吧，和场地有关系啊，环境关系也有。OK， 炸了一下32万，可以看出卡夫卡掉了1半血啊，也就是说卡夫卡有60多万的一个血量了，比开服的卡夫卡20-30万高了1倍啊，还多一点。可以说混沌膨胀还挺快的，再过几个版本 2.0 以上之后，可能要上百万的一个血量了。OK， 0+0的真理医生轻松击杀完2回合的一个混沌12层啊。在直播也打过第10、第11层，都是2回合打完的，因为第10层的怪它是没有虚数弱点的嘛，逆属性的，也能打2回合已经很不错了呀。然后来看一下配置方面的吧，配置方面0+0还是挺高的，你们看一下啊。庭云要带着拉条关锥，我试过楼月了，不太好用啊，楼月这次的话搭配真理不太行了。然后软梅的话就专武的啊，软梅最好是用专武的，因为开局可以恢复10点能量，真理开局是140砍掉一半嘛，70嘛，70加10就80加满命庭云60，140刚刚好。如果你没有上软梅装光，是开局不能充满的，怎么搞都不行。如果没有我上面说的配对，你们可以把庭云换成托帕啊，庭云太忙的话换托帕嘛，没有软梅就上佩拉吧，上银狼因为转火能力不好用，不是他真意不行，他转火不好用。总体来说，这个战斗中的细节方面就是大招尽量不要拿来收尾。前面也说过了，大招如果你把怪击杀之后，你2层 buff 可能就消失了啊，不是白绑了嘛。大招打核心的主怪，而战继续打那种小怪，清理小怪会比较好点啊，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法吧。关于其他问题有什么不懂，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真理医生无疑关锥首选是他的专武，纯粹思维的洗礼。这张关锥不仅能提高他爆伤城区，还能提高真伤城区以及减防巫师减防城区啊。给的数值方面可以说是比净流的一个专属关锥给的还多的一个存在了。个人体验下来，比5星的其他关锥提升大概15%到20%左右。这张关锥在体验的情况下，虽然无法稳定吃满前面那3个 buff 的存在，但是后面的那个巫师减防真伤可以稳定吃满，毕竟2回合开大招还是很轻松的嘛，有庭云之后。如果你不打算抽专武的情况下，你可以用5星的星海巡航以及如泥酣眠。除了专武之外，首选这个星海巡航吧。但如泥没有那么推荐，就是因为真理的暴击率加的特别多啊，就是行迹也加，然后那个额外能力也加，导致你暴击太高的话很难触发这个如泥的特效，暴击的话太低又不太稳定触发，
四星方面，论剑和唯有沉默，哪个高精炼用哪个就可以了啊，这个不用多说啊。当然，我不太推荐用四星关追啊，差距还挺大了，我试了一下，伤害差距挺多的。仪器方面是2追加伤害加2快枪手2虚速，都可以。需要注意啊，这4追加是不好用的，因为真理的伤害是单段的，套装只能叠1层，最高是8层的嘛，这里就完全不适配啊，所以用2加2就可以了。内圈最好是用的杀手图，因为我没有好的杀手图，就选了这个防心套，也可以的，看副词条哪个好为主的。杀手图可以提高大招伤害还有追加伤害，这个不用多说，而防心只能提高战绩和普攻的，对真理来说肯定是不适配的。但是好在我的词条比较好，所以就用了防心套了。常规的暴击爆伤衣服、攻击鞋、速度鞋也可以，我试过了，差不多。然后看副词条吧，球的话虚速或者攻击球。因为真理的增伤程序太多了，带攻击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也是差距不大。神子的话是攻击或者充能神，我也试过了，充能和攻击总体来说也差不多。带充能的时候伤害会少了一点，但是少了不多，因为加的攻击力太多了嘛，导致这个攻击不怎么缺了。说白了，看副词条哪个好用哪个就行了。最后来过一下真理医生的一个命座啊，不对，星魂啊。一魂是行迹归纳叠加层数提高上限4层，也就是说可以永久的加10暴击和20爆伤的一个行迹了。这点可以根据你的面板来决定提升多大吧。如果你的双爆比较低，那么这个一魂提升会更大一些。二魂天赋追加攻击击中敌方时候可以产生一个附加伤害，最多触发4次，这个看的倍率还可以啊。然后四魂呢是触发天赋时候，真理医生可以回复15点能量啊，不出意外的话也可以吃到充能神的加成。如果你有4魂的话，充能神是5档可以带了。6魂大招的短剑触发效果额外增加1次啊，然后天赋追加伤害提高 50%， 非常简单粗暴的增伤啊。我看下来，真理医生的命座啊，对星魂方面啊没有特别需要的一个星魂啊，就是0命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说提高它的一个上限伤害，你抽个专武啊，抽完专武你还觉得不满足，你可以再考虑去抽2命啊，2命追加伤害附加还是很不错的，包括这一星魂嘛，它加双爆的，可以提高你的上限。最后总结一下吧，个人体验下来，真理0+0就非常够用了。自身行迹给的数值也比较高，暴击率、攻击力、增伤都有，这也导致我给真理评价非常高啊。个人觉得他是一个 T0 强度的角色了，没有星海或者如泥，我才推荐去抽专武。星海不够用的话，也可以抽的。在混沌使的表现中有火弱的情况下啊，拖帕表现非常亮眼，但是没有拖帕带停云也差不多。所以结论就是真理强度很高，可以练，没有拖帕没关系，有停云就可以。感觉还挺押韵了。好吧，以上是本期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 UP 主。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各位拜拜。